李弘见过袁前辈。嗯。小姐，你安心在这里休息，老奴还有些事要处理。哼！前辈放心，我们李氏定保桃子小姐安然无恙。竹鹿，你负责贴身看护陶小姐，绝不能有任何闪失。此次正阳山欠你们一个人情，那我等就不打扰了。小姐，实不相瞒，此次小镇之行，多半是清风城许氏做的局。他利用风雷园与正阳山的矛盾，两头散布消息。这个坑，老奴纵然有所察觉，也无法不挑。就为了一部剑经吗？那部剑经的传承方式极为特殊，无法言传，是将一道流转不定的剑意存于子孙体内，代代继承，直到天资卓绝的子孙出现。而那部剑经的作者，就是一位叛出正阳山的孽徒。这孽徒为寻求剑道巅峰，竟然投靠了风雷园，而这剑经便融合了两家剑道之大成。一旦剑经传承者被哪一方得到，那么两家的术道之争，鹿死谁手，就该落幕了。所以真正的剑经，就是刘宪阳。袁爷爷是为了他不被风雷园抢到，才出的手。整整300春秋，代代正阳山人都蒙受着奇耻大辱，一日不夺回老祖尸首，便一日是整个东宝平州的笑话。那你为何不干脆一拳打死刘宪阳？万一有人救了他，那我们正阳山怎么办？打死了就要被这里的圣人驱逐喽。唉，等我彻底了结此事，便搬了那座最大的披云山送给小姐。小姐可要好好想想，将来在这山里养些什么。袁爷爷，一言为定啊！一言为定。阮氏啊，这伤太重了，实在是强人所难呐。庸医，那就把你家后院的杨老头叫来。不得无礼。王掌柜，再试试看。唉，再试试看。孩子，回天乏术啊！求你了。唉，我去就回。老天爷不给公道，我自己去要。元秀，相信爹，你掺和进去，只会害了陈平安。现在小镇危机四伏，宜静不宜动。陈平安，陈平安，我叫阮秀，我爹是阮琼。我爹这个人死要面子，其实心里很想收刘宪阳这个徒弟，可开宗立派是大事，所以暂时让刘宪阳打铁做活。我爹他不是见死不救。我没有怪你爹，只是生气为什么刘宪阳出事的时候没有人阻拦。我知道这不对，但我还是很生气。这是人之常情。你不会现在就要去找正阳山的人报仇吧？别那么鲁莽。齐先生一定会惩罚他的，所以，阮姑娘，你说的惩罚，是凶手被赶出小镇吗？如今齐先生处境比较困难，
小镇极有可能迎来翻天覆地的变化，是好是坏说不准。所以，姑娘的好意我心领了，不会傻乎乎的和那些神仙拼命的。还你！说好了护刘宪阳周全，是我没做到，我宁瑶对不起你和刘宪阳。宁姑娘，钱你留着好了，我已经不需要了。你小时候被牛尾巴打过吧？了不起啊！就你那点功夫，还敢找搬山员报仇？我去对付他。宁姑娘，如果你有信心帮刘宪阳报仇，就绝对不会将2袋子钱还给我，对吧？宁姑娘，你跟我们只是做笔生意买卖，这种天灾人祸谁也不想，哪能让你赔上性命？相信我，刘宪阳也一定不愿意你这样的。我宁瑶行走天下以来，就没有见到砍就绕过去的时候，这里也是。能不能给我半天时间，让我先找3个人，之后你再帮我？可以，除了齐静春，还有2个是谁？宁姑娘，你就别问了。哎，你等一下。这是我家乡独有的压群刀，每个女子都会有，但这刀是借给你，不是送给你。哎，用双手，懂点礼数好不好？哦。那老贼皮糙肉厚，就是寻常仙家兵器，都未必能伤他分毫。你那几片碎瓷，屁事不顶用。宁姑娘，都要拿刀砍人了，还不许爆几句粗口吗？这次真的会死人的。我见过的死人，比你见过的活人还多。一会儿贴搜警戒。死就死，我不怕。稀客呀，可惜我家公子不在。我是来找你的。哦，我一个小丫鬟，肩不能挑，手不能提的，帮不了大忙。刘宪阳被人打成了重伤，杨家药铺的掌柜去看了，也没辙。那你是想托关系替他找块风水宝地下葬了？王珠，那年大雪天，我在我家门口看到你，我就知道你跟我们不一样。我用掉一片槐叶，只能勉强吊住他一口气。所以，你有没有多余的槐叶？我怎么会有槐叶？陈平安，你可不能强人所难，挟恩图报啊！真没有。不管我做不做得到，你可以说说条件。反正我没有。我知道了。臭货！好不容易到手的槐叶，就这么被你浪费掉了。不如和刘宪阳一起去死，走死走超生。运气好的话，下辈子继续做难兄难弟吧，总好过那些连来生都没有的可怜虫。有点撑。有借有还，再借不难。你们这5头小畜生，以后若是胆敢赖账，看我不把你们扒皮抽筋一锅炖！齐先生昨天便与3位外乡客人同去深山探幽寻奇了，来回最少要3天。那打扰了。哎，对了，齐先生交代过，说妇人与水井的道理，他早与你说了。不管他今日在与不在，结局都不会改变。
宋大人，我知道你很厉害，求求你救救刘宪阳，哪怕不救，能不能还他个公道？哼，我是很厉害，不过我一生只会杀人，从未救人。再者，凭什么为了你坏了这里的大规矩？就为了3代子前叫我大黎王朝跟正阳山交恶，传出去会是整个东宝平州的笑话。宋大人，你如何才肯出手？不管我做不做得到，请先说说条件。哼，陈平安，我不是故意刁难你。其实刘宪阳早就深陷死局，你可曾想过，为何连最不该得到祖印福报的你，都有了一片怀疑？而刘宪阳天赋根骨那么好，竟一片都没有。打扰宋大人。2件事：一，绑架老杨护着的小丫头；二，砍倒那棵老槐树。你做成1件，我帮你重伤老袁；做成2件，我就替你杀了他。你觉得他会不会去做？如果他做了，就不是陈平安了。本王看出来了。他才是你真正的心结所在，带着心结离开小镇，不利于你将来的修行。所以我跟他随意说了2个条件，就要你亲眼看看，一个单纯少年是如何变得戾气俗气纠缠一身。到时候你就知道，跟这种人怄气，很没有意思。以后你见到的人越多，就越会发现。什么善恶有报、快意恩仇，什么才子佳人、有情人终成眷属，都是废物们的臆想。归根结底，你自己拳头得硬。靠本王，靠你父母，趁早死了这条心，帝王之家何尝不是生死自负？怎么样？宁姑娘，我问你个问题：如果有妇人掉入这水井，救人则死，你救还是不救？当然救，而且还要把这破水井一剑毁之。按刚才说的，我们分头行动，各自小心。杨老先生出大事了，死了最好，死了路就走宽了。哎呀，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老再不出手，那对妇女就把他们药铺都给拆了。今天药铺打烊吧。哎，杨老，哎呀。出事了，你们李家都要完蛋！
泥腿子，等袁爷爷回来，绝不会放过你。调虎离山看不懂啊！李红，出来！袁前辈息怒。袁爷爷，李家好像全是废物啊！你怎么敢把我托付给他们呢？小姐，是老奴错了。这确实是我李家的过失，不容推脱。不过，那刺客少年多半不是修行中人。算了，那人倒也不像是来杀我的，至少今天不是。我们一定加派人手，绝不会再出半点差池。那少年是不是身材消瘦，破衣烂衫，穿双草鞋？正是。原来是他。一个泥平巷的少年，敢跑这儿示威挑衅。李红，护卫这里的人手已经北杂。我这就去请本家老祖宗出山，亲自为陶小姐担任贴身护从。这背后是风雷院借机寻衅，还是宋长卿的谋划？也好，先杀了泥平巷的那个过河族，再灭了风雷园派来的小杂种。小姐，这次不会再有意外了。该不会单纯是为了报仇吧？也说得通，不是修行中人，反而不怕死。一条贱命而已，亮里也没胆量坐以待毙。就一个问题，你想怎么死？老畜生抓不住小泥鳅，运气有点背啊！你当真不会出手？当然，我很好奇那泥腿子少年能把千岁老人怎么样？不可否认，你着实给老夫许多惊喜。计算人心，发挥地利，
最重要的是胆子还不小。老畜生，王八蛋！你以为保持在10步之外就安全吗？他的力量增强了。诸如老袁这类强者，虽然可以通过换气暂时强行提升战力，但外来人在小镇会受到天道压制，修为越高，压制越重。那千年老袁用神仙手段强行换气，便是作弊。那后果呢？轻则折寿数十年，重则千年道行，毁于一旦。比老夫换气折寿，天道压制的还真是有点厉害。真是条泥鳅。本王现在有点理解你了。谁摊上这么个对手都难受。果然有后手，还不是一般人。有意思了，我要看看那少年还有没有本事让老畜生再换一口气。幸好穿了碎刺甲，不然刚才那一下我就命丧当场了。穿了护身甲也得死。现在身体伤得不轻，接下来需要再谨慎一些。像泥鳅入海，没那么简单。趁着老袁无暇他顾，我不如跟上去，找准时机击出本命飞剑，斩下他的头颅。山雾。小家伙，凭着天道压制，还真让老夫找回了一丝浴血奋战的快意。我拖不了太久，林姑娘，靠你了。
你选的路离山远，离死近。呸！风雷园的杂碎，还想搞偷袭？老畜生！ 小姐，老奴来了。袭击李家大宅是声东击西之计，方便我们将战场转移至山里，比老袁多换几口气。而且运气好的话，那个人说不定会出手帮忙。他要是不出手呢？不重要，毕竟我也没有履行约定。但是多一些变数，对我们有利。看着老实，怎么这么精明？ 本王改主意了，这老袁也太不把我这个督造官放在眼里了，任由他闹下去，莫说是宋长靖3个字，怕是连我的风雅绰号都要蒙尘了啊！风雅绰号，等你出去后，自然就知道了。怎么了？什么声音啊？ 这大晚上的不让人睡觉了，都看什么看？没见过大半夜塌房子的呀！快看快看，那个傻子头上有把剑！哎呀，本大爷真是命大！哎。 老娘睡个觉都不得安生，孩子他爹，你倒是说句话呀！嘿，你个孬种，我也真是瞎了眼了。哎，大姐，求求你就别嚎了，瘆得慌。金子，哎，哦，不是，不过比金子值钱多了。去，滚一边去！比金子值钱。 当老娘没见过世面呢，你算老几？也不在井口照照自己那身行头，就敢来跟老娘装大爷！我家男人还没死呢！哎，娘，出了事你就知道装死你！哎，大姐，算你狠！你起不起来？惹不起，惹不起啊！你给我起来！你说话呀你！你这窝囊废！娘，就知道装傻！娘，你别生气了。 李安，李安，姑奶奶叫你呢。
说大理宋长靖有3大嗜好：筑京关、杀天才、战神仙。看来所言不虚呀。接不接得住这一拳？桃子小姐，小姐，别过来！这3拳，点到为止，剩下的等出去后再打。哈哈哈！到时候你最好能打赢我，否则你大理南方边军会不太好受。如你所愿。袁爷爷，李家全是废物，被个飞贼吓得鸡飞狗跳。那个纵火的刺客，定是少年的内应，只为了将前辈引开。哼，那小子必须死。陈平安，这边。真能把老袁往山上骗？尽力了。敢这么玩，老袁没打死你，算你走运。老袁确实厉害，只换了2口气。如果你出手再晚点，我估计就悬了。你才知道。宁姑娘，你转过身去，我要往后背敷点药。还让人转过去，你这不穿着衣服吗？是不想让宁姑娘看到血污。切，你不也给我包扎过吗？很疼吗？这算什么？逞什么强嘛！
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宁姑娘，你算是问对人了。在小镇外有座龙脊山，那里全是这种石头。以前我砍柴啊，都会先去拿柴刀磨一磨。你用这个磨柴刀？对啊，每次磨完之后，柴刀都锃亮锃亮的，可锋利了。哎，我告诉你，这叫斩龙台，价值连城，这可是世间最好的磨剑石。啊？刚好能劈成2块。要是逃过这一劫，这宝贝你我1人1半。想要的话，宁姑娘就全拿去吧。陈平安，老实交代，你是不是图谋不轨？心想着以后把我变成你媳妇儿，那所有东西还不都是你的了？哦，你小子这算盘打得真响啊！哎呀，宁姑娘，我哪敢啊！这么一点敢都没有？那倒是。嘘，老袁入山了。宁姑娘，我还有一个计划。去李家放火的人，就是你吧？是又如何？小姑娘，我知道你不简单，但你我之间有何恩怨？莫非你家族师门跟正阳山有过节？废话真多。刀也练，剑也学，非驴非马，不伦不类。木豪而惯，见识浅薄。哈哈哈哈，嘴皮子倒是挺厉害。此间不同寻常，你究竟是何人？机会给过你了，之后你若被老夫击杀，我正阳山可不会为此认错。放手厮杀便是。那就随你去吧。竟能在此御使飞剑，你与那齐静春、阮琼究竟什么关系？怎么，怕了？好，好，好，跟宋长庆打得不爽，接下来就陪你好好耍一耍，看看你这俊俏皮肉，经得起老夫几下重锤。
这里是我们现在的位置，顺着这条小溪一直往下，就到了青牛背。宁姑娘，你能不能把老袁引到这儿来？你想将老袁引入水中？对，这里的溪水看着平静，但水底下到处都是淤泥。老袁根骨极重，等他深陷淤泥，我们前后夹击，逼他再缓一口气。好，我会拖住他，给你争取足够的时间。但你的这些破铜烂铁是伤不到老袁的，除非……这样呢？说不定到时候我已经提着老袁的头去找你了。别逞强，要小心。喂，站在你面前的人可是我宁瑶，未来全天下第一剑仙。啊！对上老袁，你就不怕死？怕，但我更怕自己争不来这口气。剑修、武夫、炼气士竟然三者兼备。小丫头，你究竟出身哪家宗门？哼，要你管！难怪我爹说正阳山不值一提，嘴硬气大剑道低，人傻胆大剑气浅。哼，找死！果然如此，你受过重创，并未痊愈，根本无法驾驭飞剑，难怪你由他自主行事。又是一堆废话！嚣张多久？哼，你明明可以御剑逃走，却故意诱我来此，看来是布下了陷阱啊！哈哈哈哈哈！被我猜中了。
下来！哈哈哈哈哈！救人者先死！别出来！ 记得这一剑，竟能把你给叫醒了。没想到，此脉剑术，万年之后，竟是由你继承。老畜生，我要你灰飞烟灭！出来，给我展开这方天地！老夫来帮你解脱剑气反噬的痛苦吧！休想出剑！竟有此等威力！陈平安，你没死。刚才我远远看到你脱力倒地，害怕老袁下杀手，我便多转了个弯，抛了件衣服，分散老袁注意。老袁那一拳，你居然受得了？换气的后果，又或者是刚刚被宁姑娘的剑气所伤，老袁的力量明显大不如前了。
着这个间隙把你救了出来。你歪歪肠子怎么这么多？说，陆晨救我那次，你到底有没有占我便宜？啥？快，能跑多远是多远。我用飞剑尽量拖住他。痛快痛快！那老畜生这次跟头栽大了，被一个小镇少年牵着鼻子跑了半宿。这天大的笑话，够我在风雷园说10年了。要不是小镇禁绝术法，否则我死也要把这一幕原原本本踏印在印容镜当中。幸亏你没出手，刚才宋大人和搬山员互换那3拳，动静可不小。嗨，我看那宋长静就是个绣花枕头，才和老畜生打了个平手。不都说他摸着5到10斤的门槛了吗？八乔，怎么不说说都不行了？他什么事这么好笑啊？不如也让本王乐呵乐呵。宋大宗师，我正在说您老人家与搬山员的巅峰一战呢，真是惊天地泣鬼神。若非您老人家泉下留情，那搬山员定会在福禄街上当场死无全尸。宋大人武道之高，武德之好，实在是让晚辈拍马难及啊！你是龙尾郡陈氏子弟？不是。哦。宁姑娘，到哪儿了？这是我以前搭的一个小屋，咱们先在这儿躲躲吧。你就没有什么想问的？有，宁姑娘，宁姑娘，我知道你好奇。这是我宁瑶的杀手锏。是我娘给我的生日礼物，只要它一出现，别说是老袁，就是这洞天也可以展开。我其实想问你，我就是想问你，那个老袁是不是用掉了3口气？但是告诉你一个不好的消息，老袁最少还能再坏1次规矩，对付咱们2个伤患，多半是绰绰有余。宁姑娘，你觉得老袁为此付出多大的代价了？少说也折寿了180年，赚到了！老袁一想到这个，
气得气死！折损的阳寿都够换我3、4辈子了啊！这辈子还没到头呢，想什么下辈子？陈平安，你想过没有，那头老猿原本能活多久？这类天地异象而生的凶兽异种，终究是曾经的一方霸主，寿命依旧长达2000岁左右。而且这头护山猿显然已经修成了道法神通，一旦被他跻身上5境，加上他第9境的体魄，别说2000年寿命，就是3000年、4000年，也不是没有可能。我们舍命一搏，对他来说只是9牛1毛，所以你别觉得自己活够了。哎，算了，当我没说。你真够厉害的，能和那老猿拼那么久，以后可以吹一辈子了。喂，你听到没？其实那少年能活下来，你是恩人之一。啊哈哈，这种恩人我可不想当。流俗朽色，怎办王姐？你找死！啊？我吗？那你得先问过他才行。王爷，这位姑娘并非我们东宝平州人士，所以希望王爷慎重行事。敢杀我，就不怕你们大林灭国吗？是不是觉得你家老子厉害，就敢在本王面前大放？怎么说来着？大放厥词。宋大人，能不能给在下一个面子，不要跟他一般见识？下辈子投胎，别再让本王碰到。叔叔，算了，欺负一个娘们儿，传出去有损您的名声。今日此教，真对铭记五内。小子，不错。本王看好你，离开小镇后去大离京城找本王，有样东西送给你，搬不搬得走，就看你的本事了。福建。姓郑的，又来偷老娘衣裳，我要找你师傅评理去。怎么教出你这么个东西？师兄，不是我说你，你真是猪油蒙了心，才挑了这么个破烂娘们当媳妇儿。我乐意，有屁快放啊！师傅他老人家让我带话，要你对付那个人。凭啥？反正是师傅交代的，你爱做不做。滚！下次要是让我看到你偷嫂子的东西，打断你腿！啊？灵儿，你给老子说清楚，谁偷你婆娘衣服了？这种混账话你也信？你脑子进水了吧你？咋了？境界比我高就不讲理了？我以后再也不敢了，行了吧？啊！灵儿，老子这就找嫂子买她贴身衣服去。闹！你故意惹恼那女子使我难堪，就因为她也姓陈？哼，哼，这脾气，像你爹。叔父啊，那女子一看就来头极大，不怕打了小的惹来大的，错了大的惹来老不死的。到时候咱们大黎
这没问题。那你可太低估宋长敬这3个字了。说来也怪，我曾无数个日夜在这里逗留，却从来没有把注意力放在这石像上一星半点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如果我没有猜错，你那全谱的剑炉，正是脱胎于此。这剑炉虽说是全谱的立桩，可手指这么扭来扭去的，和练拳居然有关系。那是因为之前的你对拳理一窍不通，所以自然不会留意动作中的玄妙细节。这就好比最好的琴师也无法对牛弹琴，再绝世的美人也架不住对象是个睁眼瞎。哦，原来如此。你木头啊！这怎么没了？可惜了，消失的那只手，本应掐诀而出的。你知道这个雕像的手遗失在哪儿吗？恐怕早已损坏了吧。老袁追来了吗？不是。宁姑娘，小心点！此人杀气更胜老袁。哎呀，你快下来！又大半夜的跑到屋顶上去做甚啊？春捂秋冻的，真要冻出个病根子来，你让奶奶可怎么活呀？哎呦，你快下来！奶奶，你真的不和我一起去真武山吗？哎，奶奶这辈子呀，是一定要葬在你爷爷旁边的。你去了外面一定要出息。谁欺负过你，你就往死里欺负回来，千万别当好人。哎，坏人呢，偶尔当几回也没事的，可别一门心思去害人就行，小心遭报应不是。奶奶，你放心吧。对了，奶奶，还有件事，陈平安他爹的……有些事情可以做，不能说。过去了，都过去了。奶奶别怕，人鬼殊途，斩草除根。只有死人才不会找我们的麻烦。又见面了，放心，那头老袁没有追来。你认识他？他是杏花巷的马苦玄，别人都说他是傻子，但我从不觉得。刚才那一战我都看到了，很精彩。不过，你为了救他强行祭剑，结果受到剑气反噬，现在已经是重伤在身了吧？要你管！宁姑娘，我没事。如果我去福禄街李宅，跟正阳山老袁说找到你们两个，我想怎么都可以拿到1袋子钱。如果我愿意给钱，你能不说出去吗？切，我已经在李家拿到报酬了，但我可不是为了钱。你要怪就怪你身边这家伙太惹人厌了，坏了很多人的大事。而我呢，最喜欢趁人之危，所以向你讨了东西，你知道，对不对？小心有命难，没命用。你又不是我媳妇儿，担心这个干嘛？我来对付他，你先调戏。
还想英雄救美，正好，上次在西边还没分出个胜负呢。要用全力哦，不然真的会死的。 你和上次不一样了。奶奶，爹。 你以为把那孩子爹害死了，就能娶他娘当小妾？倪萍巷的陈家，好几辈都是独苗，你就不怕遭报应？退一万步说，那女子的性情你当真不清楚？她愿意嫁给你？做都做了，再说，给钱的那位可是人上人，你敢不要？是你出的主意，对不对？ 你这个臭婆娘，为了几个臭钱，害我们全家都背上了孽债呀！荷叶处生的，可说不是。这小子这可是还找不着，这二估计活不久。师傅，那个姓马的小子，真要这么放任下去？神仙坟那头，你觉得哪边会赢啊？闷油瓶一个呀！他马苦玄天资出众，现在也是武道2境了。你拿陈平安和他比，实在是……我就是不喜欢姓马那小子。所以你就想将那条金色龙鲤卖给陈平安？咋了？我乐意。师傅，你不也挺喜欢那孩子吗？你以为那就是帮陈平安？啊？结果呢，连龙王楼也赔进去了。那小子从小被他爹打碎了本命词，也没了约束。虽说留不住什么大机缘，但也不全是坏事。如今小镇动荡，还不能让他捞上点什么吗？你知不知道，当时你要是把那金鲤鱼送出去了，陈平安他活不过3天。只要他还在小镇上，就不会有什么好运气。机缘太大，他拿不住。但凡敢拿，就要死上7、8回，注定是2手空空的贱命。所以，这就是师父愿意帮他的原因吗？师父，你能给的，刚好是陈平安唯一能接住的吧？那孩子光是能活下来，就已经相当不容易了。儿子，
过完了年是不是就变成大人了？爹，我虚岁5岁，是大人了。那以后爹不在了，娘亲就要交给你照顾了，能不能做到？能。来，咱们爷俩拉钩。拉钩上吊，100年不许变。爹，糖葫芦好吃，你出去干活回来，能不能再帮我买1串啊？知道了。我喜欢吃小的。儿子，爹走了。小的更好吃。看，要不是看你年纪小，老子真要动手打人了！滚！我家真的没有钱了，可我娘真的病得很厉害，她还在等我熬药。你走不走？再不走，我可抄起扫帚赶人了！跟你说话，你听见没有啊？你闭着眼睛抱头是招打呢！快走！干什么你？哎，您走。求求你，救救我娘吧！生意人赚钱天经地义，就算再苦再难，也不能忘记了做人的底线和情义。宁可无钱，不可无耻。药我先赊给你，但从今往后，你的采药还钱，1分1厘也不许欠。小家伙，听懂了吗？我懂的，爷爷，我绝对不欠钱。当我老糊涂了，拿草根糊弄我，混账东西！是不是光顾着玩去了？还想不想给你娘治病了？不是的，我家只有我娘亲一个人，我怕娘亲饿了，所以是午时做了饭过后才治伤的。对不起，爷爷。听好了，人活一口气，稳住了气，也就定住了神。进来。这上山不累的呼吸法，我只教你1次。陈平安，
本以为我出了小镇才会遇到第一位大道之敌，没想到这么快就碰上了，运气来了挡都挡不住我。现在是我和他打，你想死，哼，还得再等等。再来！太慢了！就是神仙草药，今天也救不了你。快走！我肚子好疼啊！糟了，是不是在身上吃错东西了？不行，我不能让娘担心。烧菜呢？娘醒了，烧给你自己吃就好了。娘没胃口。娘，多少吃一点，我一定能烧得好吃。娘，我刚刚回来的时候，外面下雪了。过年了，我们一起贴春联和门神，好不好？娘，好些没？好多了，一点儿也不疼了。娘亲，看来求菩萨是有用的。娘，你没事吧？赶紧把药喝了。娘没事。平安，去看看雪吧。娘，想一个人歇息一会儿。娘亲好好歇息。天底下怎么会有这么好的孩子？又怎么刚好是我的儿子？我家小平安，岁岁平安，年年岁岁，岁岁年年。你怎么了？
想进你这看也看看啊！娘，你不要走，娘，你不要丢下我一个人，娘。 岁岁平，岁岁安，岁岁平安。我家小平安，岁岁平安。事到如今，我也不在乎多杀一人。 这玩意儿你不肯交，那我就自己动手拿了。岁岁平，为什么还要爬起来？岁岁安，同心境一起输掉吗？难不成你还想打赢我？岁岁平安，那就送你一家团聚。你我真的挺像的，不过我是装傻，你是装善。头比命硬是吧？你以为你是谁？今年的泥腿子，不管你们对我怎么样，只配当我的垫脚石。你怎么可能是我的对手？这个世界对我怎样，我就死吧！陈平安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我都一定回答我，陈平安！一定。这上山不累的呼吸法，我只教你一次。怎么会？自身如一尊泥菩萨，气沉丹田，不动如山。一定会活下去！必须分个生死，那你给我死！
这葫芦很神奇的，一到雷雨天气就嗡嗡的响。我知道，这是养箭壶，里面能装几10把小飞剑呢。我爷爷有一个，刘爷爷有一个，苏姐姐有一个，现在我也有啦。白柴哥哥，你说送我的不许反悔啊！别说是这只小葫芦，就算我手上还有宝贝，也愿意一并送给你。也不知道袁爷爷完事了没有。帮我跟袁爷爷说，桃子还等着那座披云山呢。去吧，你家主人已无事了。若齐先生早就对刘氏减轻心动，大可与我明言。只要不落入风雷园之手，随你，何必藏着掖着？到头来，跑出你齐景春战了，恶名却要我正阳山来背。我若真舍得脸皮坚守自盗，外人岂能察觉到丝毫？一部梦中杀人的剑经罢了，需要我齐景春谋划将近1甲子，才动手谋夺吗？至于那少女，我与她并无瓜葛。齐先生，非常时刻，请行个方便。那2位少年分出胜负即可，莫分生死。齐先生放心。齐景春，你欺人太甚！凭什么放真武山的人过去，偏偏拦着我去教训那2个小杂种？真武山有2个真，真君子和真小人，而你重伤刘宪阳，坏其大道，却故意留他性命，以防被我驱逐。你这种人，啊，差点忘了，你不是人。小姐，再等老远片刻。我拦你，是为正阳山好。你跟剑气剑意打了1000年交道，难道感受不到那少女本命之物的压力？哼，他那点道法神通，垂死挣扎罢了。齐先生也好意思拿来吓唬人？哦，之前有人说你那位恩师晚节不保，我当时还不信。堂堂文庙第4圣，便是在道祖佛陀前也是能说几句话的大人物。现在看，根本就是个1000年未有的大骗子。难道你这支文脉如此不济事，传不过2代就要断绝？说完了。哼，没劲。你菩萨也有火气。不曾想读书人竟是骂不还口，不晓得是不是打也不还手？你可以试试看。景春，一定要阻拦我进去吗？后果之重，一座正阳山承受不起。算那2个小杂种运气好。打得不错。齐先生说莫分生死，原来是怕马苦玄丢了性命。陈平安，我出手救下马苦玄，算我欠你一个人情。
所以我出去之后，会说服正阳山搬山元放弃对你们两个的追杀，如何？你没有讨价还价的资格，答应就点头，不答应继续沉默便是。如果觉得不公平、不甘心，那等你从老袁手底下逃出升天，便可去真武山找我，讨要你以为的公道。如果有机会，我会的。我可不会给你机会。死人没资格跟活人撂狠话。跟我走。陈平安，哪里伤得最重？不打紧，只是如果老袁这个时候赶过来的话，来就来。刚才有你在，等下有我在，怕什么？帅气。齐先生，接连几场架打得惊天地泣鬼神了。齐先生，跟你说2件事情。第一件事，正阳山搬山员撤退了，很快就会离开小镇。第2件事，刘宪阳活下来了。齐先生，刘宪阳是不是不会死了？有人出手相助，刘宪阳性命无忧，毋庸置疑。不过他的身体遭受重创，以后未必能够像以前那样行动自如。不要紧，他只是体力透支而已。齐先生，他的情况很糟吗？他被蔡金简打断长生桥，精气神不断流散外泄，这次又拼命激发潜力，如今寿元最多也只剩1旬了。齐先生，你只需告诉我，怎么才能救他？世间何事最为逆天而行，逆流而上？一人一剑，杀光妖族。是修行。其实一样的。对你来说，修炼体内剑炉可滋养体魄，但对他来说，练拳比练剑更能养体护身。先生，练拳真的有用？虽不敢保证长命百岁，但若在练拳上下了苦功夫，还是有可能的。齐先生放心，别的不说，下苦功夫，他最拿手了。他肯定希望睁开眼就能看到刘宪阳。等他养好伤，我就带他去阮氏那边。我陪你们走一段路程。齐先生作为小洞天的主人，您在这里是不是什么事情都知道？只要我想知道的，都可以知道。不过未必全是真相，毕竟有些事情差之毫厘，谬之千里。齐先生，您如今是啥境界？有没有机身上5境？还有，您坐镇此方天地，真的能够天下无敌吗？当然，如果您觉得不方便，可以不回答，我就随便问问。治伤要紧，我就不送了。多谢齐先生。哎，不行，这样会颠得他伤口疼。不行，治伤要紧，万一伤口又裂开了怎么办？不快点治，伤口怎么能快点好呢？先生，还记得初入你门下时，我做事也如陈平安般执拗。如今风雨催人去，先生啊，学生真的有些想你了。
我说陈平安这个烂好人跟谁学的？原来是受你齐敬春的熏陶。哎，刘宪阳这命是真好啊！你老爹我都没享过这福。有事就说，别杵在那里挨着我打扫。先生，那山岳玉牌，儒家的压胜之物，还轮不到你惦记。马先生，小镇时日无多，你能选的路更少。是跟着齐先生行鲁莽之事，落个身败名裂，还是延续文圣的传承，担任山崖书院的新山长，全在你一念之间。哼，真是跟谁学就像谁呀！真当我们先生教出来的都是崔禅那般喜欢背叛师门、疏远望祖之辈吗？小小竹母，亦可落地开花，自成山林，何必与竹身一同坏死？先生是成大事之人，不该被师兄弟的情谊所束缚啊！查的怎么样了？啊，哦，小镇两支元祖不同的城市，一支很早就举族迁出小镇，祖坟的位置也已经不可考了。另一支如今除了陈平安这支独苗，都已经依附4姓氏族，当了奴仆丫鬟，没有自立门户了。实在不行，就从最下面的书找起，一本族谱从头翻到尾，那些个名字不是奴婢就是丫鬟，好玩吗？哎，陈队，我没眼瞎的话，陈松风可是在给你帮忙啊！哎呀，帮你还提我，有没有良心啊？连皇帝也有几个穷亲戚，怎么有人例外？啊，找到了。陈平安平白无奇的，反倒令人琢磨不透。这是今日的药，拿给刘宪阳。哎，陈队，我跟你求了那么多次秘制药丸，你都不给，凭啥给刘宪阳？他还送我1整瓶。你要也为我陈家守墓千年，我也会给你。神道崩坏，礼乐鼎盛，百家之争就要开始了。我兵家修士靠沙场厮杀来提升境界，本就不易守住本心。一旦嗜杀成性，极易堕入魔道。当着我兵家先辈们的面，我且问你，那个外乡少女杀死了你的第1个师傅，出来！但是你盯上陈平安是为什么？我真武山兵家修士练的虽是杀人技，但绝非滥杀者。兵家修士，是不是能不在乎什么因果报应？气数气运。遍观千年史书，以一己之力揽狂澜于己道，大多是兵家圣人。并非是我身为兵家修士才刻意为先贤歌功颂德。陈平安他爹是我爹害死的，这笔恩怨我一定要在离开小镇前亲手了结，绝不能牵连到我奶奶。你是想把上一辈人做下的孽全部拢到自己身上，希望你奶奶能够善终。我对爹娘实在没什么感情，只有奶奶放心不下。只是她又不愿意跟我一起去镇武山，情有可原，但是站不住理。虎符躁动，必有祸端，随我速速返回小镇。奶奶。
心神。停步！你天生戾气重，会惊扰到他的残魂。齐先生，此事关乎马苦玄的修道心境，希望先生莫要插手。可真武山，有请。后裔有何吩咐？此地法术禁绝，因此请你帮忙收拢这老妇的游魂散魄，切莫伤及根本。狡猾！宁姑娘，我是真的刚醒啊，说你是石头，哪有半点石头的样子？你就是个……陈平安，你可别给我死了！你给我开路！他说你奶奶生前造孽太多，三魂七魄如同身躯一般残朽，死后命魂亦如此。这小镇天生抗拒鬼魅阴物，所以我不管你用什么法子，快去给我找回来！不得无礼。非不为也，实不能也。为何神人对他如此容忍？啊，后有所求，再当奉请。我奶奶是怎么死的？她被人在门口扇到了脸，摔入屋内而死。出手之人多半是练气士，你杀陈平安是为了斩断因果，可你一出门，刚好有人登门寻仇。所以是我害死了我奶奶，对吧？按照世俗眼光来看，是，也不是。屠城灭国做不得，
滥杀无辜做不得，这些事情做不得，那些事情做不得，那么报仇杀人到底做不做得？如果连这也做不得，那我当兵家修士有屁用？为何当时不答应那对道士道姑去那个什么宗？有些话还需要说得透彻些。杀人，杀多少，能杀谁绝不一样，心性最为重要。我杀了100人，全是该杀之人，而你只杀了2、3个，便有不该杀之人。所以杀人，只要能够承受所有后果就行。杀不杀人，如何杀人？我问你做甚？我现在还不是正式的真武山弟子。滚去带路！快点！修道心境，你有能耐可以把我乱刀剁死，但你为什么要杀我奶奶？不是我杀的，我要是真杀了人，早就被赶出小镇了。知道我最恨你们什么？造孽之后还能这么不当回事？我也是按照天劫屠杀，我可以赔偿你，你想要什么我都可以答应你。这么巧，我还是我奶奶马兰花的孙子呢。海潮铁骑士们，等着，我陪你们慢慢玩。哎，怎么了？杨老先生在哪儿？在后院吗？哎，等等，老先生，冒冒失失的，没点礼数吗？救人要紧，顾不得那么多了。是不是很疼啊？疼啊，那就乖乖受着。与你说了多少次了，越是命贱福薄，就越要惜命惜福。现在动不动要死要活，当初怎么不跟着你娘一起走？你姚师傅是对的，哪怕教你身好手艺，人却活不长久，浪费，一样早早丢到土里去。让他自己坐着，让个娘们背着也不嫌丢人。真是个名副其实的落魄户了，倒是问心无愧了。刘宪阳是什么好命，你是什么贱命？他死一次，差不多都够你死10次了，知道不？您能不能先帮他止痛啊？他是你男人呐。睡去，将你的呼吸法用上。陈平安的修行领路人，原来是你。
那道城墙上，如今刻下多少个字了？总计18字了。都已经18个字了。道法浩然，西天6字之后，还多了哪些啊？雷池种地，剑气长存，然后是齐、陈、董。还剩下个字被你吃了。忘了。还是老规矩，每斩杀一位飞升境妖族，才有资格在长城上刻下一字。前辈为何如此了解我家乡那边的情况？很久以前，有位外来剑修有写游记的习惯，一路风土人情都被他写了下来。他最后死在了咱们小镇附近，我就把那本厚厚的游记拿回来，没事情的时候就翻一翻，信不信由你。他怎么了？小死。人生啊，不过2件事：醒和睡。生则大醒，死则大睡。酣眠即小死。修歇的不只是肉体，还有心神。小姑娘，我问你，当一个人在心中默念的时候，所谓心声，到底是何人之声啊？不用回答，试着做做看。瞧瞧人家，一个点拨就能破境，你小子屁本事没有，就喜欢犟。可是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挑来选去找了那么多人，不曾想反倒是最不抱希望的一个，命最硬啊！做事可真绝啊！那是大黎寄来的文书。贵为大黎皇子，却连文书都不敢接吗？大限将至，3日内撤离，怎么回事？我得提前带你离开了。如今这离珠洞天，就像错综复杂的棋局，结局究竟会走向何方，就连本王也看不清了。立刻通知4姓10族。洞天终将破碎，下的6000生灵，欠了债得用人命都成替死鬼了，无法逆转。无人有来生，无人有来生。10族均能保全。这。孙散呐！奶奶，今天我就要离开小镇了。放心，我会照顾好自己的。我们这座小镇
对你们外乡人来说算什么？就像小镇外的那条小溪，鱼龙混杂，有浅滩，也有深滩。那以前外乡人来这里争夺基业，有淹死过人吗？以前没有，这次是例外。山搬回去，我的花圃就是正阳山最漂亮的啦。回去。徐景春，我要如此小气误了大事。千年孽障，将这座披云山放回去。哈哈哈哈！不放又如何？冥顽不灵。徐景春，你的大道可管不到我。要是60年前的我，出去之后第一件事情，就是一脚踏平正阳山。彩虹，彩虹！宋七仙，咱们小镇到底是个啥地方？
唉，要背井离乡喽。不准备跟陈平安道个别？那家伙能不能活下来，还不好说。万一只等到一具尸体，多恶心！他没爹没娘的，还不得由我这个邻居来给他处理后事？陈平安，真的就只是陈平安？衙署早就彻彻底底查了他祖宗18代，没有任何问题，所以放宽心吧。陈平安就只是陈平安。那祖宗18代之前的18代呢？就没有出现过一个惊才绝艳的大人物？一个都没有。原来你希望他身世特殊一些。如果他跟寻常人不一样，我心里会好受一些。那少年到底怎么欺负你了，让你如此执念？喂，姓陈的，又上山下水刨食了，以后能带我一起不？我打赏给你铜钱啊。不用给钱。不要拉倒，我还不累去呢。穷的叮当响，睡的破房八面漏风，一年到头连串糖葫芦也吃不着，你还乐呵个啥？明白。怎么，刚大病初愈，就急着跟我断绝关系？哦，这是宁姑娘最珍贵的东西，所以一定要还。真是七窍通了六窍，一窍不通啊，傻子！杨爷爷，这么多年，谢谢你。嗯，谢我？我可从没白帮过你，哪次缺了报酬啊？哎，一会儿留下1袋子供养钱，这次就结了啊！你抢劫啊你！杨爷爷就这样，不爱讲人情，但是做什么事情都很公道。凭什么说他公道啊？就凭年纪大呀！病也治好了，你俩就别在我这眉来眼去的，也不害臊。哎，陈平安，你现在不是习武了吗？不如连剑术也一起练了。你会教剑术？我天资太好，学剑极早，境界攀升极快，但是教别人剑术嘛，半点不会。不过剑术最能提人精神，最是磨练心性。世间有灵之剑，皆是我辈同道中人，所以，我这把剑鞘可以先送给你。为啥？连剑鞘都有了，距离剑仙还会远吗？啊！我该说啥？
上哪儿去找把剑呢？爹，刘贤阳醒了。哪儿都不许去！知道了，知道了。不过陈平安的伤不知道好点没有。哎，陈平，啊，陈平安，你怎么样？阎王殿太小，留不住你兄弟我。看你这次还长不长记性？哎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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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疼啊！哎呦，陈平安，你下手太狠了，你。阮师傅，谢谢你。铁匠铺很忙，没有白白养活刘宪阳的道理。你就先替他在这里干活，秀秀。丁姑娘，你所托之事已办妥，随我来吧。你要的剑，等我铸好之后，会第一时间送去道玄山。你可得多砍下些大妖的脑袋。晚辈定然做到。我叫陈松风，这位姐姐是刘宪阳的救命恩人，叫陈队。举手之劳而已。我跟你这支陈氏算是几百年前的远房亲戚吧。至于陈姐姐，即便往前推1、2千年，跟你的关系也淡如薄纸。啊，这次陈姐姐是来祭祖的，可小镇已经没谁知道他们家祖坟在哪儿了。刘宪阳说你是小镇最熟悉四周山水的人，所以我们想请你帮个忙。啊，当然了，报酬的话，1袋子金铜钱，我觉得你可以答应。2袋。我想到一个地方，不过几步路的事儿，报酬就算。他大病初愈，上山很伤身体的，必须双倍价钱。这没得商量。现在衙署让外乡人都快离去，3天时间还剩2天，你们不着急吗？好，一言为定。半个时辰后，我会在廊桥那边等你。告辞。哎，你真知道陈氏祖坟在哪儿吗？有人曾经告诉过我。动作都快些，要下雨了，快点！公子，我们这么快就走啊？带你去大黎京城长见识去。四脚蛇也带上，别忘了。那个蠢货昨天就溜进箱子里，弄脏了我的胭脂，害怕被我杀了，现在不知藏哪儿去了。这些年来，我们身边竟然有这么多碟子。哼，指望这群废物护我安危，笑话！我曾经还不是差点死掉。
真养了一群废物碟子。看来我们大黎内部也需要清理门户了。大黎谍报机构有7个，本王掌控的3个，主要是用来渗透敌国的；国师绣虎掌握的3个，主要是监视朝堂内部。最后一个，被我们大黎的皇后，你的那位娘亲，死攥在手里。你猜猜看，这具尸体出自哪里？你到底想说什么？记住这次教训，否则下次躺在这里的就是你了。这竟是我的起居所施摘录。你本名叫宋牧，最后劝你一句，不要带着心结离开这里。那陈平安对你来说终究是过客，如果无法参破，当心变成深不见底的天魔星窟。到那时，连被杀的价值都没了。老大！快走！没义气的家伙！丢下我们！陈平安都不如。陈家虽然死了爹娘，好歹知道自己爹娘是谁。陈平安，你知道自己爹娘是谁吗？为什么你一条贱命却爹疼娘了？凭什么你1穷2白却活得比我快乐？你究竟是个什么东西，也配让我恨得牙根痒痒？想彻底毁掉你，为什么？却又怕我自己落个浑身不自在。这风水书上讲，5月初5生的男婴是不祥之兆，会带来灾殃，你阳气极重。如果一直住在老宅，那你父母会无法投胎做人的。所以，你最好赶紧搬出去。哎，我看去龙窑就是个不错的选择。龙窑，可是娘要我发过誓。我不过借几句风水衬言来骗你，你自己到了这里，活该。为什么要骗我？风水书上就是这么写的。骗子！你这个骗子！我娘让我发过誓，一不做乞丐，二不去龙窑做工。但是
是因为你，我只能有家不能归，不得已落魄街头，最后只能去了龙阳。当初为什么不杀我？为什么还要挑一个之贵不在场的时候？换成是我会把你陈平安大卸8块，还得当着你至亲的人下手。公子想什么呢？公子，用不了多久，你就会忘了那家伙的。之贵，你说的没错，用不了多久，我就会忘了那个家伙。嗨，少侠好体力啊，难怪敢叫板正阳山那头老畜生。啊，我从小就来这边采药，习惯了。以后来我们风雷园吧，我罩你，成了剑修御剑灵锋，到时候咱们兄弟俩飞到那正阳山上，丢下一座雷池剑阵，正阳山他娘的就玩完了。正阳山没你说的那么不堪，风雷园也没你说的那么强大。我这不是怕我兄弟投错了山门，耽误终生吗？这么快就成兄弟了？那你兄弟没个几万，也有几千了吧？哼，姑娘你这性子，将来不好嫁呀。哎，兄弟，你说是吧？不用你瞎操心。那清风城许氏主动提出要归还那具宝甲赔罪，你为何不收？如果清风城早就知道刘仙阳祖上是我影音尘氏留在小镇的守墓人，他们还敢如此行事，必当付出代价。但既然他们事先不知情，而机缘本就人人可争，我影音尘氏还不至于如此霸道。那万一清风城也有算计正阳山的念头，如果不是那老袁冲在前头被那许氏设局，估计清风城还真就拿不走宝甲。蝇营狗苟，随波逐流，岂知大事？刘灞桥，告诉陈平安，只管带路，越快越好。真笨啊！继续走，小心点儿。我没事，不用管我。
肯定能跟上。休息会儿吧。继续赶路。他只是气息乱了，等等他吧。不必等了，让他先回小镇便是。那接下来有劳了。是，老子也不伺候了。只管带路，越快越好。回去路上饿了，可以填饱肚子。谢了。才不受这窝囊气，回衙署大鱼大肉伺候，不比这舒服？知道回去的路吗？嗯。哎，你这是何苦啊？跟影音陈氏结下香火情，对你、对风雷园都不是坏事啊。只是我厚道的平安兄弟没要陈队那2袋钱，那也不是坏事。百无一用是书生啊。不全对，齐先生不也是读书人？还有齐先生的先生，可厉害了。你说齐先生到底想做什么？天晓得。好一个天晓得。哎，陈平安你怎么看？我个人对他没有任何意见，但如果就事论事，他的存在其实让我们整个家族都很尴尬。为啥？离珠洞天的陈氏子弟，除了那个少年，全部成了别家奴婢，唯独他，就像这饭团上的叶子，越是独善其身，就越显得我们这些陈氏子弟可笑。这又不是我兄弟的错。当然，可世上终究有些事情，很难说清楚道理的。不是道理难说清，而是你们没道理，不愿意承认自己无能罢了。有口无心啊！我呢，口拙嘴笨，拳头不够硬，剑也不够快，要不然我这肚子里啊，真是攒了一大堆道理，想要跟这个世道好好说上一说。所以你觉得陈平安不错？觉得不错？怎么可能？哎，我一看到那个少年，就自惭形秽啊！爷爷，你放心，剑经我没买。100年36000场，一切乾坤如水乡。剑经竟然成了，原来走的是破而后立的极端路子。爹，这就是以梦境为剑炉，一气呵成神仙剑。小镇少年果然都是过河族啊！哼，早知道就不该答应把你借给影音陈氏20年。爹，你说谁是过河族？刘仙阳又是什么旗？你在说什么呀？就说让你多读点书，好歹以后跟人聊天还能接上话。卒子过河能顶居呢。方向真的对吗？
我可没时间陪你漫山遍野的闲逛。就是那里。果然如此。 你们下山等我吧。祖坟生楷树，这是昭示陈氏会降临圣人啊！小镇陈家皆已凋敝，这机缘定当落在我影音一脉了。我影音陈氏，叩谢始祖庇护。 我们来时有段路程，你为何故意绕远？啊，宁姑娘，连你都看出来了。哎，把帘子去掉。那边有一片山崖，全是你说的那种叫斩龙台的黑石头，我怕他看到，万一起歹心怎么办？守财奴。宁姑娘，你这么耿直，朋友一定不多吧？哎，小心！ 这个时节的山果能好吃？宁姑娘，这你就不懂了。这种果子冬末结果，春天成熟。我以前上山采药填饱肚子，就靠它了。你怎么跟野猪似的，什么都吃？这果子不是俗物，正好可以给陈平安调养伤患。不好吃，还给你。 你采了这么多，是要留着给陈队？给他干什么？非亲非故的，当然是留给刘咸阳了。如果阮姑娘在这里，你是不是也会分给她吃？当然了。那如果你手上只有2颗野果，你是给阮秀呀，还是给我呀？宁姑娘，你咋了？ 脸色怎么这么吓人？别岔开话题。当然是1颗给你，1颗给阮姑娘了。我看你们吃就行。那如果只有1颗呢？给你。为啥？阮姑娘又不在这儿，可宁姑娘你在啊。陈石头以心虚栽进了竹筐里。知道今天为什么叫你们来吗？只为2字：破镜。你李二是个明白人，知道7境之后，每次破镜都是生死大关。之前吩咐你的事，为什么没去做呀？我家媳妇儿看得紧。只是这样？怕一出手，就坏了您的买卖。这么好的磨刀石，小镇里能碰上几个？听我的，去会会他。行了，你去吧。哎，师兄！哎呀，师傅，师兄还不得打死那家伙！
师傅，师兄的路子您给指了，那我呢？师傅，师傅，你此生无望第9境。马车先行，直观往前。真没想到，小镇还藏着你这么一号人物。看来我们大黎的碟子真是废物。既然没有一见面就开打，不妨说说看，你到底想要什么？宋长靖，打过之后鸟还活着，自然知道答案。哼。还成，力道上差点意思。大言不惭！让我看看你有多大本事！现在的力道够了吗？这几拳凑合，但也只是凑合。哎，收工了。是个大才，不过胜负已分，再打下去就是分生死了。和宋长靖征战一生，杀人无数，如今酣畅一战，不枉此生。来，接着打！
斩神仙，杀天才，筑清观。斩神仙，杀天才，筑清观。筑清观。儿小辣，无父毒父。沙场无情，世人误解我，百姓诋毁我，将士憎恨我。但大道就是如此，不是杀人就是被杀。1000年之前如此，1000年的1000年之前还是如此。是大理武道第一人，这不是生者的气息。杀！什么？好大的力道！蛮力你是赢不了的。就乖乖躺着。让我看看你底子里还剩多少权益。人生如白驹过隙，大丈夫当立万世功业。为此何惜伶仃一命？何怜天下生灵？何惧万千逆境？我死。
宋长靖是大理武道第一人。不知钢骨，应折不屈。不知武道，傲立天地。 看来，这便是我的机缘了。多谢高人助我破境，养老神仙的心意我收下了。日后，哎，每人选一张，回去仔细临摹。 3天后检查。我要一张，给我一个。瞧我的，给我！我要这个，我要这个。不就是画个小树吗？你给我，抢不着吧？我要这张。走喽！这个，走呀！快点！ 师兄，还记得我们来山崖书院之前，先生送我们的临别赠言吗？当然。那何为天地生君子？君子理天地，天地生养了君子，君子则当治理天地。那又何为学不可以已？轻取之于蓝，而轻于蓝。 学习无止境，在先人的基础上完善、拓宽自己的学问，学生也会超过先生。既然如此，你为何还要鲁莽行事，执意为这座不过5、6千人的小镇舍去100年修为和1000年大道？你可是齐景春呐，是先生最为器重的弟子，是有望立教成祖的读书人。天地生君子。 君子理天地，君子者，众生平等，没有人可以随便剥夺他人生死，更何况是6000人的生死轮回。什么众生平等？难道你忘了先生说过的明贵剑？先生学问自然极大，可道理未必全对。理者，所以正身也。 君子识曲则曲，识身则身矣。师弟，事已至此，书院那几个孩子就托付给你了。山崖书院要牵制大隋王朝，大隋与大黎虽是邻国，仍是千里迢迢，战事更是一触即发。 此行凶多吉少，千万保重。先生，世间可有真正的天经地义？如何才能不对这个世界失望？ 你带陈队进过山了？嗯。你应该都知道了吧？我会跟他离开这里，不久后离开东宝平州。那至少也要等你的伤好的差不多了再走吧。我知道你放心不下我，我也放心不下你呀。在这儿好歹你能照顾我，等以后出了小镇怎么办？哼，只是诱一下，
连死都死过，还怕什么呀？哎，算了，不说这些了。宋长靖如何啊？还不错，只是他底子比我差，凭什么比我先破境？你林儿破境，不在生死间。师傅，你看我根骨不比师兄差，机缘的话，还有没有变数啊？你带着傅南华去老龙城啊？记住，死也不许泄露根脚。哦，师傅，保重身体。师傅，你对师弟也太不近人情。师弟虽然成天没个正形，可是对师傅您是打心眼里好啊。反正都是无根浮萍，死在哪里不是死啊？你也带上你家那个泼妇走吧，在东宝平州，你这辈子都没希望破境。儿子女儿，你可以带走一个，另一个送去山崖书院。那师傅，你以后还能如何？等死而已。我既封你为河婆，就要负责河中事务，又回来我这儿做甚？大仙，我想多看孙子几眼。别不知足。大仙之所以愿意庇护我，是不是因为我那孙子？既如此，大仙为何任由真武山带走我家马苦玄，何不由自己栽培？大仙，我找孙子！大仙息怒，是我失言，是我失言。虽然在我眼中没有好坏之分，没有正邪之别，不以此来称量阴德，可不意味着我就喜欢你的所作所为。以前不好与你计较什么，但是以后就算将你灰飞烟灭，也只是一念之间。你别得寸进尺。去吧，盯着点廊桥那边的动静。是。要变天了。神仙打架，凡人遭殃。山脉的人，我们很聪明吗？为何要做这等蠢事？谁知道？他们那些破道士，我就没懂过。我懂啊！你们这些只知道藏在乌龟壳里的老东西们，要是能懂，不个个都成圣人了。山崖书院齐敬春拜见杨老先生。倒是稀客呀。算了算陈平安约莫会来，我等等他。主要还是来拜访杨老先生，风雨欲来，多有烦闷呐。你来此地坐镇的第一天，我就瞧着你是个不得志的人。不过这么多年没听到你半句牢骚，也是怪事。
你可不像是唾面自干之人呐。牢骚有啊，满肚子都是，只是说不出口而已。你的本事我不清楚，不过你家先生，就凭他敢说出那4个字，在我眼中就能算这个。杨老先生其实学问更大，我又不是读书人。你先生学问就算已经大过了至圣先师，我也不会说他半句好。杨老先生是觉得我们先生所说人性本恶才是对的？我没觉得对，只是世间这些衣冠之辈看得我心烦，所以有人出来唱反调，我便觉得解气，仅此而已。客套话莫要说，我不爱听。咱们就不是一路人。再说了，你齐敬春如今是过街老鼠，人人喊打，我可不敢跟你攀上交情。齐先生，杨老先生，我想知道，能不能用治疗我的方法也治一下刘宪阳？他现在很虚弱。关我屁事！如果需要金铜钱，我还有。哎呀，别在这瞎操心了。今天打烊了，你们都走吧。陪我走走吧。实在是闲来无事，便用你送去的蛇胆石刻了2方私章，一个用隶书，一个用小篆，送给你，记得收好。以后看到了心仪字画，例如一些觉得气象不俗的山河形势图，可以拿出印章往上一压。好的。你记住，君子可欺意其方。立在文庙里的那帮老头子脑子坏了吧？明摆着有人在针对山崖书院和齐敬春，还一直袖手旁观，真当自己是泥塑木雕的死东西了。前辈真的不愿意试一试？我知道前辈的答案了。看来我们都对这个世界很失望。刘宪阳走了。刘宪阳，刘宪阳，刘宪阳！哎，我叫刘宪阳，以后我罩着你。哎，我以后一定要出去看看，喝最好的酒，骑最快的马。我知道你放心不下我，我也放心不下你呀。刘宪阳。
你不是掉钱眼里的财迷吗？怎么这么大方了？全部的家当都要送出去。哎，齐先生，稀客呀，您楼上坐。别怕，天塌下来还有叔父在。就算是他，也承受不住。